伊朗總統在接受國家電視台採訪的時候呢，說到重要部分的時候呢，畫面就跳到了另外一段，這部分畫面被剪掉了。總統辦公室之後呢，把被刪除的部分呢放出來，並且直接和電視台對峙。這次事件呢，並不是簡單的採訪事故，而是把伊朗政壇上溫和派和強硬派之間的關係給揭穿了。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最近啊，這個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呢，這個接受了伊朗國家電視台的採訪，在採訪當中啊，他直接就引用了已經去世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決策思路，來為自己的對美談判政策來做辯護。但是呢，這個部分內容在播出的時候被電視台擅自就給刪掉了。之後呢，總統辦公室違背慣例，把被刪除的部分呢給公布了出來，並且呢，對電視台的做法表達了不滿。在被刪除的部分裡邊呢，佩澤西奇揚再現了之前外界所不知曉的一些決策過程。去年6月呢，伊以呢12日戰爭結束之後，伊朗就處於內外交困的一個狀態當中，經濟受到嚴重打擊，能源設施遭到破壞，國際孤立進一步的加深。當時哈梅內伊曾經公開表示過不和美國進行談判。但是呢，佩澤西奇揚說，政府高层後來和哈梅内伊詳細說明了國家所處的困境，並且引用了自己之前說過的一句話：沒有戰爭也沒有和平的狀態是不能持續下去的，以此來勸說哈梅內伊去改變主意。最後，哈梅內伊同意並且批准了政府同美國進行談判。最近，伊朗强硬派对他的溫和外交政策進行了這種強烈的攻擊。革命衛隊系統當中的鷹派人士呢，堅決反對和美國坐下來談判，並且呢，主張繼續進行軍事對抗。他們認為任何形式的談判都會被視為是對敵人的軟弱的表現。他們所想的就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呢被封鎖之後呢，美國已經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了，為什麼還要在占據優勢的情況下放手呢？佩澤西奇揚的應對之策呢十分高明，並沒有與強硬派正面衝突，而是讓已經去世的領導人來充當擋箭牌。其主要觀點為，談判並不是妥協投降，而是一種延續前任最高領導人的一個務實的策略。目前的外交政策呢一直按照上級指示進行，並非由總統个人決定。也就是說，他是用哈梅内伊的權威來壓制強硬派的攻擊。說你們罵我是賣國，對吧？那麼當年哈梅內伊批准伊朗參加核談判的時候，你們為什麼不罵呢？電視台呢刪掉這一段的原因，那就是強硬派掌握了輿論場上的話語權。伊朗國家電視台不直接聽命於總統，人事權、編輯權都掌握在保守派的手裡邊。刪除了總統採訪當中重要的部分，就相當於去告訴溫和派，不要指望用公共輿論來獲得民眾的支持了，這條路已經被堵死了。但是呢，佩澤西奇揚呢，這次也沒有讓他們得逞。總統辦公室主動放出被刪除的片段，在伊朗的政治傳統裡邊是非常少見的事情。該新聞所傳達的這個信息也十分清楚溫和派不會在輿論戰當中屈服，你們刪掉，我就會自己發布出來，公眾有權了解事實。這場博弈發生於伊朗處於權力交接的這個關鍵的時期。今年2月28號呢，美國和以色列軍隊呢對哈梅內伊進行空襲，並將其擊斃。3月8號，他的兒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呢當選為新的最高領袖。但是呢，穆杰塔巴上任之後呢，一直沒有公開露面。他曾在空襲當中幸存下來，並且據說受了傷。在此之後就一直隱居在幕後，甚至連父親的葬禮也沒有參加。到了5月7號的時候呢，伊朗媒體才報道說佩澤西奇揚和穆杰塔巴見了面。7月21號呢，在全國工業和礦業日的活動當中，佩澤西奇揚再次表示自己與穆杰塔巴之間的交流正在增多。但是穆杰塔巴一直不露面的事實，就使得外界對於他真正的權力狀況始終抱有疑問。新上台的最高領袖呢，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權威，因此呢，伊朗體制內各個方面的勢力都在趁着這個機會去爭奪話語權。溫和派呢，利用已經去世的領袖的權威來限制強硬派的行為，而強硬派呢，則依靠對革命衛隊、經濟命脈以及媒體的控制力來繼續推行反叛的政策。我們回顧哈梅內伊在世的時候所採取的執政方式。
他在強硬和務實之間呢，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2015年的伊核協議呢，就是在他的支持下進行的。在当時的温和派总統鲁哈尼得到他的默许之後，同美国簽訂那个具有这个里程碑意義的核協議啊，並且得到了制裁的解除。在之後啊，他多次抑制住了軍方強硬派過激的行為方式，比如說限制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等等這些危險的舉動。他的主要觀點就是堅守國家底線，但是不能讓自己走到絕路。你看，直到他去世之後，強硬派徹底放手啊，封堵海峽是吧？全面反攻。之前啊被壓抑了這麼多年的激進策略全部都爆發出來了。佩澤西奇揚呢，目前所要做的就是把伊朗拉回到哈梅內伊時代的談判和鬥爭並存的道路上來。在7月21號的公開講話當中啊，這個伊方表示，在談判過程當中已經逐步推進了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以及石油出口恢復等等事宜，並且呢，雖然美方違約，但是呢，伊方所獲得的結果卻遠遠超出預期。這句話既是對國內民眾的一種交代，也是向這個強硬派表明啊，打到底會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呢？電力短缺啊，物資缺乏，基礎設施是吧遭到破壞等等問題，不能用導彈來解決。但是溫和派所處的情況仍然很困難。革命衛隊啊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大量的經濟利益，保守派呢則掌握着憲法這個監護委員會以及司法系統。那麼國家電視台的這個編輯權也不在總統手中，文官政府呢可以調動的資源啊和這個強硬派相比啊相差很多。佩澤西奇揚呢唯一的一張牌就是民意以及已經去世的領導人留下的政治遺產。伊朗未來的走向最終還是要看穆杰塔巴是否能夠站出來確立自己的權威，並且團結國內的各種勢力。如果他選擇支持溫和派的談判路線的話，那麼伊朗呢就有可能會回到哈梅內伊時代的既談又打的這個平衡的狀態。那如果沒有能力進行整合，或者是站在強硬派一邊的話，那麼伊朗呢就會完全走上激進對抗的道路。你看，就這麼一段被刪除的採訪，揭開了伊朗權力鬥爭的面紗。但是這場鬥爭的結果現在已經無法預料了。好了，感謝收看這一期的謝飛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